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有空的话，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进广告的连接，就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狼王最重要的下周行情推演环节。那一般情况下，这个节目我都是在周日放出来，但是因为这周大盘的这个震荡的比较的厉害，是吧？我决定今天的节目周六就放出来，然后让大家周末的话有时间好好的消化一下。简单点说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上一周的行情推演，对吧？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每周的行情推演会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其实因为毕竟周末的话，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对吧？不被大盘的这个交易的情绪所影响。在上周的这个推演视频里面，我都已经很明确的强调了，就是高位不宜加仓，对吧？等回踩做多。那这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大盘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回踩。那如果回踩的时候现在不去做多，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想什么时候去进场去做多了。然后其实做我这种股评 YouTuber 的话都是这样，是吧？只要一天预测的不准，大家就会来喷你。那我有时候也是非常的无奈，并且我是一个完全免费的节目，是吧？我觉得我免费的为大家提供这么一个资讯，是吧？一天的这一根英镑，你们就可以把我骂的体无完肤，我也是非常的无奈，好吧？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周是吧？这个标普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健康的一个回踩，那现在已经踩到了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 GMMA 的一个支撑，那在这个点位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标普指数回踩日线级别的 GMMA， 那不在这个点去做多，难道在这个4600点、4545点去做多吗？对吧？这不就是非常的搞笑的一件事情。那整个大盘大家可以看到标普指数上升的趋势还是非常的完好的，对吧？你看这日线级别的回踩是从几月份？从这个2021年3月份开始，日线级别的 GMMA 均线组就完全没有被跌破，所以说现在如果下个星期继续出现了就是回踩的动作，我再次的给大家强调，仍然是进场做多的机会，好吧？那第一个位置，第一个进场的位置，我觉得就是在4444到这个4420的这么一个区间，好吧？如果下个星期标普指数出现了进一步的回踩，我觉得你在4444到4420这个区间，甚至到这个4400，好吧，4444到这个4400，我觉得这么一个区间都是给你去做多标普指数的一个好位置。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是吧，大家可以看到周线、日线级别这整个的 GMMA 趋势都是非常的好的，对吧？你看这个3月24号踩一下日线级别 GMMA 企稳，5月12号踩一下日线级别 GMMA 企稳，5月的19号也是踩一下日线 GMMA 的止损，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已经1波、2波、3波、4波、5波、6波，好吧，6波都是在这个日线级别的 GMMA 这里是标普指数出现了一个企稳的动作。那我觉得是吧，你在这个点位再怎么样，在4400到4444的这么一个区间之内去做多标普，再怎么样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回踩，好吧，无论如何也会出现一个回踩，回踩以后是否大盘继续走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大盘不会这么容易的出现走熊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现在整个大盘仍然是在牛市的过程里，好吧，我们现在仍然是选择一个回踩去做多，而不是去做空的一个概念。标普指数如果跌破了4360的话，一定要严格的止损离场，好吧？那我就说，如果说标普指数跌破了4360，那我就觉得那这一波趋势走坏了，那是真的是就整个大盘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调整了。
但是只要4360这个趋势没有跌破，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中线的甚至一个短线的投资者，现在这个点位仍然是去趁着回踩去做多，好吧？那你这不回踩日线级别不做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做多。另外要跟大家强调一点的事情，就是你布局一只股票，不论是布局大盘，你要给自己留一点后路。确实，狼王确实是在上周三的时候，我说这个大概4490这个位置，以及这个4490附近的这个点位是可以进场去做小仓位的，不做多的，对吧？我一直给大家强调是小仓位。没有说一次把你的子弹全部都打完的，一次把子弹全部打完，这是一种赌博的行为，我从来不会这么建议大家去做。仓位的控制是炒股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仓位控制还有止损这个东西这个话题实在是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不可能在一期的节目里面给大家讲明白。那简单点说呢，就是标普指数的话，下个星期我认为的策略仍然是趁回踩去做多，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标普指数现在4小时级别是出了一个第8，下周如果开盘是出现第9的话，我认为在4440到4420起码会出现一个反弹，好吧？我认为下周即使它向下的出现继续的下跌，那我觉得下跌的空间也非常的有限，仍然是逢低的做多，大概的位置是在4444到这个4400这个区间仍然可以逢低的做多，一旦跌破了4360止损离场。说完了标普指数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反向做空标普指数。还是一个观点，就是反向做空标普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没有海底捞月的一个信号了，好吧？也就是说明它接下来可以继续的向下去进行一个下破的一个动作。那3倍做空进行下破，其实就是标普指数进行上涨。然后说完了标普指数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纳斯达克。纳斯达克指数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在上个星期呢出现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是沿着一个1小时级别的趋势，是吧？很完好的一个趋势在向上进攻。那如果说它跌破了1小时级别的趋势，大概率的话会去4小时级别的这个趋势去做一个整理。那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就是 QQQ 下周可能仍然还有继续下跌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大，好吧？第一个位置仍然是看4小时级别的一个支撑，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374块钱左右，好吧？374到这个370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我觉得仍然是可以考虑去布局做多 QQQ 的。止损的点位呢，我觉得就设在这个，我刚才说的是多少啊？374到370，止损的话，我觉得374到370，对，止损的点位就设在363，好吧，设在363，只要它不跌破363，我觉得这个趋势。QQQ 的趋势也是非常的好的，但是我跟大家强调一下，相比于去做多科技股的话，我更偏向于下周大家有机会去做多传统板块的股票，因为科技股现在涨得非常的好。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接下来大盘仍然没有继续向上进攻的一个动力，前期超跌的传统板块会比科技板块有更多的一个机会，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更偏向于去布局传统板块，而不是科技板块，并且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SQQQ， 从 SQQQ 来看的话，其实在上周4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点顾虑，就是我有一点怕周五还能继续的跌，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在上周4的时候，海底捞月的信号仍然在出，对吧？也就是说，如果说一般只要海底捞月的信号还在出的话，那就是说明这个 SQQQ 是有反弹的需求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上周五 SQQQ 是继续的，是吧？就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也就是说明大盘继续的出现了一个下跌的动作。那大盘如果出现了下跌的一个动作的话，那非常的好，
为什么非常的好？因为 SQQQ 它现在海底捞月的信号已经消失了。SQQQ 海底捞月的信号也就是消失以后，就说明它接下来会有一个下跌的空间。大家理一下这个逻辑可能会花一点时间，但是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就是说现在 SQQQ 已经海底捞月的信号已经消失了，消失以后呢，很有可能它就会继续的去破之前7块1毛6的这个前低，也就是代表着科技股仍然还有向上进攻的一个空间。SQQQ 说完以后呢，再说一说我们的老朋友 UVXY 刚才没有说，我简单一点说，我觉得 UVXY 下周再怎么样，就是说即使 UVXY 再怎么强，它打到了25块4左右的一个位置，也就是4小时级别的一个做空的一个止损位，并且是前面的这么一个平台，好吧，大概是25块4毛左右的一个地方。我认为这个 UVXY 在这么一个在25块4，即使大盘下周出现了继续的下挫，UVXY 在25块4毛附近也会遇到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好吧？也就是说，即使下星期大盘继续下跌，我认为也会有逃命波，就是即使真的是趋势走坏了，起码大盘也会反弹一下，再继续的向下去跌破。那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仍然再次给大家强调，我仍然认为大盘现在没有走坏，好吧，仍然是逢低的去做多，这么一个观点，我再次给大家强调，不要随意的去做空。说完了这个 UVXY 以后，我们再说一下道琼斯指数和罗素。道琼斯指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上个星期，它甚至都已经直接的跌破了日线级别 GMMA 的一个止损位，对吧？它这是1根、2根、3根、4根、5根阴线非常有力的向下进行一个跌破的动作。那我个人的观点，狼王个人的观点就是道琼斯指数在下周一，即使它没有出现企稳，在周一开盘，如果道琼斯指数出现了继续的下跌，那在盘中它被拉起的概率也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1、2、3、4、5、6根 K 线这么直勾勾的跌破 GMMA 的长期均线的一个支撑以后，没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就顺势的跌去周线级别 GMMA 均线做一个支撑。所以说，即使大盘真的走坏了，我觉得道琼斯指数在下周一也会有一个反抽，就是下跌以后再反抽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个道琼斯指数再怎么样，我其实也是看它有一个回踩34,928点的这么一个动作，好吧，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即使道琼斯真的跌破了，它大概率也会有回踩的动作。那道琼斯指数的止损位在哪里呢？我也可以给大家给你一个位置。我认为道琼斯指数只要不跌破这个点，只要不跌破344，好吧，只要不跌破34437，我就认为道琼斯指数仍然处于一个强势的一个区间。如果说下周道琼斯指数真的跌破了34400吧，好吧，34400，如果道琼斯指数下个星期跌破了34400，那我认赔离场，那中期调整可能就开始了。但是如果下个星期道琼斯指数没有跌破34400，我仍然看涨大盘，好吧，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我仍然看涨大盘，只要不跌破34400，跌破34400止损离场。并且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从反向的做空3倍的道指来看，现在它处于的也是一个压力位，对吧？如果说3倍做空道指，大家可以看它现在是第一次突破这个位置，没有突破过去，对不对？我们这叫1次回踩，2次回踩。现在它基本上3倍做空道琼斯3次的回踩了31块8毛这个地方，3次回踩基本上仍然会对这个3倍做空道指是有压力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即使道琼斯指数真的是
继续的向下跌破，在这个31.8块左右的一个地方，对于3倍做空道指仍然是非常强的一个压力位，所以说不管它会不会是吧走坏，它起码也会出现一个反弹的动作。就是说道琼斯指数在下周初，我觉得起码也会出现一个反弹的动作。那我个人更是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去做多道琼斯指数的一个机会，好吧？我个人的话仍然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指数仍然会继续的向上进攻。那如果说跌破了止损，一定严格的止损离场34400，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道琼斯的一个极限的点位。好嘞，那这是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罗素。罗素的话，其实在周五的视频里面也跟大家说了，我觉得现在罗素极限的一个支撑位大概在220左右，好吧？只要罗素不，大家可以考虑，如果下周罗素有继续回踩220左右，你可以在220左右的这个区间去做多它。只要它极限的话，止损的话设在这个218，好吧？极限的位置设在218，只要罗素不跌破218，我觉得也可以继续的去看涨。但是，一旦跌破了218的话，罗素的话也是要严格的止损离场的。好嘞，那简单点总结一下4大指数，下个星期就是狼王的观点就是仍然继续的看多，然后到了道琼斯以及标普的关键点位，大家可以考虑在这些狼王所说的支撑位去做多。那一旦跌破了止损位的话，是要严格的离场的。我个人的观点仍然是看涨大盘的，等回踩做多，是吧？之前的话在高位当然不要去做多，现在标普指数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 GMMA 的一个回踩，现在不做多，什么时候做呢？最后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黄金、比特币和原油黄金、比特币和原油的话就简单点过一下黄金的话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没有跌破日线级别的一个位置的话，如果说你现在在做多黄金，好吧，以1775做一个止损位一旦跌破了1775的话，止损离场，没有跌破，继续的持有。黄金说完以后，原油的话上周出现了一个顺势的一个小的反弹，现在原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止损位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把原油的止损位稍微设高一点，好吧，设在这个68块6毛左右的一个地方，68块6，好吧，不跌破68块6的话，继续的做多原油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原油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在周末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那我个人的观点呢，现在仍然不建议大家去做多比特币，好吧？那再次的等待比特币要是有回踩这个4万块钱左右，才可以考虑是否要进场去做多。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狼王的下周行情推演。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吧，就是毕竟狼王我这个频道都是一个免费的频道，我也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我对于股票的这么一个看法，好吧？你不要就说炒股票的话，这个大家一定要首先要记住是严格的止损，还要严格的控制好你自己的仓位。我现在做这个节目其实本来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是吧，我也不图什么。你要说我每天挣 YouTube 那点广告费，其实真的是不算什么，因为我每天如果做日内交易的话，其实我自己的收获都是很多的，仅仅是一个分享。我更希望呢是大家去就是 get 到我对于整个股票分析的一个逻辑，好吧？那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狼王群是非常难进的，因为确实就是大家就是我在群里面基本上我也不会，我现在也很少去进行一个就是说直接给说大家这个点去买这个点去买的这么样一个操作，因为我是希望有一个小集体，大家都能有自己的 idea， 对吧？自己的主意，这样才会更加的好，大家一起赚钱嘛，一起进步并不是想着就直接的去授之以渔，不然的话我要是去开收费群，我相信
以我的能力去开收费群，我每个月能挣多少钱，我是吧？就是说我不需要去开收费群去割韭菜，对吧？因为我觉得我凭借我自己的交易能力，我本来就可以每天即使我做日内的交易都会有一个不菲的收入，何况我有时候还会去做波段的交易。再次给大家就是周末的时候就稍微多说两句抱怨一下，好吧？就是说因为我这个节目就是完全出自于一个公益，你要是不想看是吧？你不想看你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我这都无所谓，你就没有必要在这里留一些负面的言论。我希望就是能观看狼王节目的人都是有自主的判断能力，希望大家能就是好吧，我也不想说那么多了，反正就是如果说狼王不开心了，我这个节目要是停更了，我觉得这个损失的最多的应该不是我。好嘞，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狼王的节目啊，我们明天再见。